嗨，我是魏老板。这一集非常恐怖，因为是要讲鬼故事了吗？对，我曾经弄丢20亿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都赚不到这钱，是哪来的20亿？是不是？对啊，哪来的？以后可以跟大家说我怎么赚来的。重点是它被弄丢了，所以这一集是劝世文。如果你有看懂这一集，你现赚20亿，因为你不用弄丢它。也可以学到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追踪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好，所以我要用我的血泪经验来告诉大家，哪些事一定要注意，你才不会犯下跟我一样的错。这是价值20亿的教训哦。好，那因为那个是有关公司股权或品牌价值的事情，所以有一些太商业的东西，我们这一集就先不讲。我先把它套到日常生活中大家会遇到的来跟大家说，让大家快速学会这些逻辑。第一个是，请随时注意自己应得的权益。不要只顾付出却无保障哦。我的案例是这样，就是那是一个我的创业，可是在登记公司股权的时候，我竟然没有登记给自己，而是在结婚后登记给当时的配偶跟配偶的家人，所以在名义上这个公司就变成对方跟对方家族的咯，都没有你的名字哦。对，很奇怪吧？这个钱都是我在赚哦，但法律上却对我没保障，所以我刚才说不要只顾付出却无保障，但自己没发现。好，当然现在大家会觉得你怎么那么白痴，为什么会把公司登记给别人？当然当时的情况下是有些特殊因素的，这边就先不多做说明，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之后再拍。那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，在日常生活上你们常常也发生这样的事哦。例如你出钱一起缴房贷，但是你没有共同持有那个房子，很多人都这样哦。我朋友就遇到，都是这样嘛。老公的名字，老婆是一起负担房贷除以2的，可是名字没有老婆哦。对，或者是老公付房贷，老婆付生活费、管理费，但是房子是老公一个人的哦。是不是有点像我刚刚的状况？对，你东西是别人的，可是你在付出哦。可是名义上这东西都是别人的。好，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。再来是你出钱给谁创业，但你却不是股东。不少粉丝都有跟我讲到这个状况，是他们一起合伙，然后都有丢钱，可是股东没有登记到自己哦。有些人挂什么店长，有些人挂什么设计师，有些人挂什么，没有每个人都挂股东哦。这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公司是股东的。如果你挂店长，你是员工不是股东，可是你有出股东的钱哦。很多哦，所以我才想跟他讲日常生活上的，先不要讲我那个商业上面那么复杂的。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哦。我前几天才有个粉丝跟我说，他们一起开了一个健身房，他本身要担任健身教练跟店长，但是股东没有登记他哦。大家是有一起出钱的哦，然后他还要出力哦，可是他股东里面没有他这不合理吧？对，大家都在发生哦。还有你借钱给谁，可是你没有写借据哦，因为他是你朋友，他是你亲人，这通常不会写，这都讨不回来哦。对，通常不会写，所以法律上真的要的时候是你没凭没据哦，所以这就是你有付出却无保障，知道吗？买车你有一起出钱，车主不是你，有很多人是这样哦，一起买车哦，可是车名是男友或老公哦，不是你哦，或者你什么都有付出给他，你没有名分，这是感情哦，你有没有付出？有，你有没有名分？没有，搞不好你连女友都不是，他都没有承认你是女友，但你有没有付出女友之实给他？有，如果是小三更不用说了，你还犯法所以这些都是日常生活提醒大家的哈，请随时注意自己应得的权益，不要只有付出没有相对应的保障。注意哦，各个案例自己想哦。好，第2点，不要认为夫妻财产是共有的，所以就把钱跟财产混在一起都没关系。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到登记别人的名字？我相信很多人在荧幕前面一定会觉得没关系啊，夫妻财产是共有的啊，就算没登记他的名字，我们还是除以2啊。然后当时对方也是这样跟我讲，反正已经结婚了，登记一个也是2个人的，所以就没差。对，没差。例如创业赚的钱没有分你的我的，全部混在一起。好，那创业赚的钱用来扩张公司越来越有价值。好，用来买车买房，结果都没有放在自己的名下，最后都是别人的。然后当你说这些东西要有一些登记在我名下的时候，对方跟你说，反正夫妻财产共有啊，有差吗？当时你就天真的觉得说，也对，反正分手的时候或离婚的时候是1人1半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叫做如果他有乖乖拿出来，就是1人1半的。他不乖乖拿出来的时候呢？还要他拿出来，不是就一定判定是我？为什么要判？谁要判给你？法院啊。好他如果没有要离婚的，你想跟我离婚，我不要，那法院要判什么？懂了吗？我想离婚啊，他不想啊，所以不会判，没有东西判，因为对方又没有要离婚。那东西都在他名下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卡住了？对。那如果你又要离婚，然后你又要拿那些东西，你是不是要打官司？然后要求那些财产？然后这个情况下已经撕破脸的情况下，他又把你踢出去，那你又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这些屋主、车主全部是他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这样懂哦？理解。对，所以21的教训很重要哦。大家不要再觉得是一起的啊，哪有关系？谁的名下有那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哇。那下场就是离婚的时候没东西在你名下，你要去争取这些财产，就要打官司，慢慢告，过程中对方就脱产了。
脱产是卖掉的意思吗？卖掉或挂给亲戚朋友啊，就不在我名下啦，那你就继续还要再告，还要一直追，那是不是没完没了？懂那个意思？法律很难处理。我知道这个过程中一定有法律可以处理，懂法律的人一定会留一大堆，好，没关系。但我们不是律师频道，所以我们只讨论一般不了解法律的民众会遇到的困扰，我们不讨论法律怎么解决它。所以大家可以注意日常的类似状况，你跟另外一半的所有钱是不是都一起存、一起混在一起花，没有分谁的？很多人是这样哦，甚至有些人是赚的钱全部交给老婆，老婆管钱。好，离婚的时候也是很难处理哦，都可以告，法律都可以追，但就是旷日费时啊。因为东西就是在别人手上，你要去要就是比较困难的。今天没有说不能告，是说你要去告的人就是比较吃亏的，要懂这个逻辑哦。好，我就有男生朋友是结婚的时候是讲好把所有钱都交给老婆，离婚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，也是被老婆踢出去，10年的身家都没了，赚的钱都没有了，然后房子车子都老婆名字，要后面就很难处理这样。或者是你们是创业夫妻或兄弟党、朋友党，然后公司跟股权却只有在其中一个人名下。蛮常听到都只有这样子，兄弟姐妹嘛，一起做，可是都挂给大哥嘛。对，以后吵架的时候都大哥的，哇，对不对？可是父母就是叫你先听大哥的嘛。对，可是你又一起做，你的身家都投入了，你的生命都投入了，结果最后都大哥的，对吧？或者是朋友，有时候是2、3个朋友合伙，可是都挂一个人的，那其他人出钱出力，最后什么都没有。这都要注意哦。所以总结是，你的钱、你的财产，请握在自己手上。你有付出多少，你就应该要持分多少。大家把股权一开始就谈清楚，不要想说，哎呀，一起啦，没关系。刚开始很辛苦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一起没关系，那个东西有价值了，有人就开始有的没的了，你就拿不回来了。第3点是，永远不要觉得不会撕破脸，无论是两家和乐，还是你觉得他现在对你很好，或者是你觉得他人很好，他不会这样对我，都不要这样想，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不可能会这样对我，或者是就算会，他的家人也不会放任他这样对我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会想，我们在一起很久，应该不至于这样对我。对。最后是你还会想，我们有小孩耶，不太可能还要这样撕破脸吧？太离谱了吧？你都有对不对？然后大家都会这样想，最后你就会发现，哇，都不是这样子。奋斗了10年的房子、车子、上亿的存款、价值20亿的公司，我都没有拿到。那上述条件都是我想过的，都没有发生。对。所以千万不要预设立场说跟谁不会吵架，不会撕破脸，谁不会冷漠的对你，谁不会放任谁这样对你，都不要这样想。好，一定要预设最差的结果。无论你要跟人家结婚或签约或合伙，都要想最差的结果去设定合约，而不是想最好的结果。都要想最差的，就是好，我们撕破脸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有一天在争财产的时候怎么办？这个合约要能够明定，让你打官司起来也比较好处理，写清楚，打官司的速度就快。什么都没写，你就很麻烦，都不是你的就更不用讲，有时候连抢的权利都没有。好，记得哦，所以共同创业、共同合伙都一定要注意哦。第4点，不要以为诉诸法律什么就都可以解决，然后不要想说合约签了就不行啊，合约已经写了，你就是不行这样啊。我当初也是这样想的哦，我也是这样觉得，都会想说有写，而且是律师写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可以，就违约就好了。可是违约你就要去告他，不是违约还是去坐牢？所有的坐牢，所有的刑法判决都要等待法院的审理才会判，不是你现在跟他说，警察那个他违约，然后他就会把他抓去关，没有，好不好？要告他，要提告，然后再开始审理，然后告了3审你赢了，这件事情可能才会发生。那违约有可能告不成。也有可能告不成，因为就会发现合约不是你以为的那样，写的没有那么清楚，有各自解读的空间。可是律师有对，律师有写，可是另外的律师就有另外的解读方式。可是不是要以当下写那个律师为主？没有，可以重新解读的。所以就是这样，所以法律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轻易可以伸张正义的哦。即便有白纸黑字的合约，上了法庭都还是可以各自解读。然后你以为铁定的东西、讲好的东西、意思是这样写的东西，最后对方的律师可以解释成完全不是字面上原本的意思哦。这样法官给过？法官是2边都听，他是无罪的立场的哦，他不是预设他有罪哦。不是他看着这个合约，然后一个讲的跟他完全不一样，但法官给过。字面上没有觉得完全不一样，字面上讲得过，字面上他是可以另外解读说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是什么样？你听得多荒谬的理由都有哦，可是他就是可以过哦。它就是一个理由，然后就变成你以为铁定的合约，怎么解读完不是你以为的那样，然后对方硬凹，然后律师硬凹的时候，还真的是没办法解，你才会发现惨了，你损失大了。所以即便法律规定夫妻财产是共有的，然后我也签了我们怎么分财产的离婚协议，写得很清楚，谁拿什么谁拿什么哦，明明写了我可以拿到公司的股权，我到现在7年了，我还是没有拿到，还要打3审哦。
然后这个7年的过程中，这个创业的公司跟品牌已经被变卖，然后整个都没价值了。所以就算你打赢，要跟对方要求这个损失跟赔偿的时候，他早就脱产了，已经脱产完毕，也没有财产可以扣了。所以就算你打赢，也扣不到财产咯，那这公司也没咯，所以你还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哦，还花了这几年的诉讼费跟心力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不要这么依靠夫妻财产共有这件事，一定要记得哦。那很无奈，对，你们现在两个好无奈。这就是法律。我们以为可以伸张正义的法律，其实可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。所以前面这几点全部请大家特别注意，尽量不要让自己有损失，因为有了损失之后要再追讨，真的是蛮难的。对，那当然我知道大家一定会讨论很多法律的事情，可是我建议这一集的主题拉回来，你日常生活有没有在犯这些事情？不要只讨论法律，因为有时候法律是救不了已经损失的你，法律是后面要再追讨，真的比较辛苦。我的建议是真的尽量先不要损失，能在自己名下，能在自己手上就要在自己手上，尽量不要给自己有要去追讨的机会。OK， 所以以上是价值20亿的教训，有没有赚到呢？有，以后要注意啊。对，一定要注意哦，而且是日常生活的小事，不是那种大合约哦，不要被这种品牌啊、股权啊、公司、商业会计法这些东西迷惑了，就是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就有这些事情咯。所以你有没有理解你的雇佣合约里面有没有你看不懂的东西，要问清楚哦。去新公司的时候，新公司有时候跟你签的雇佣合约是他们自己拟的东西，你的权益有没有被保障？你这样的付出跟绑定这样的条件是不是合理的？会不会你付出这么多，对应这样的条件根本不合理呢？那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，你不该签的哦。那你签下去就救不了你喽，是不是？都不会看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20亿的教训套到你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跟小合约，甚至买卖合约、买卖契约都是哦。好，以上这4点一定要学走，因为一个价值5亿，好不好？好贵，很贵，很贵，很贵，所以一定要学走哦，才不会浪费哦。希望这集有帮到大家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追踪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